动成功是好一个啊，我们终于拿到心心念念的阿维塔12道路体验的机会了啊！上一次其实静态体验的时候，跟大家聊了非常多、非常详细的参数、配置等等等等啊。那这次呢，我就不跟大家去叙述那么多了啊，咱们这次就聊点不一样的啊。相比于上一次静态体验啊，当时全国只有5台试阵车这么一个情况啊，这次所有的颜色都已经集齐了啊，8款车身颜色，2款是雾面漆啊，当然那是加钱的，6款是亮面漆啊。我身旁的这一台就是亮面漆之一。叫远山蓝，我个人认为这是阿维塔12最漂亮的车身颜色之一了啊！细心的朋友还会发现一些区别啊，就是这次试驾车他们多了一些包围，你看到这个包围是不是想到了11鸿蒙版的那一套？没错啊，就是同款的。那其实加了这套包围之后呢，我个人认为啊是增加了一些运动感，而且从车身侧面来看。它就显得更加的修长，而且这1.46米的车高啊，更加凸显这种低趴的这种感觉了。那你们觉得加上这套包围好看，还是不加这套包围好看呢？可以在弹幕里冲一波。OK， 外观就是这些，咱们去车里面看看。我们能看到这个米色配紫色的内饰跟我们之前静态体验的是完全一样的啊。那除此之外，我们这次还看到了蓝色跟纯黑色的内饰颜色，我还是更喜欢这个米紫相配的这么一个颜色啊。据听说啊，阿维塔12啊还会配备一个智能光感的天幕和前挡风啊，天幕还是听说过的，前挡风没有听说过啊。那这台车呢，因为不是最终量产版本，也不是那个旗舰的版本，所以它是没有搭载的啊，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再看到这块屏幕啊，15.6英寸的大屏幕，非常的眼熟，对不对？这块屏幕的背后芯片跟华为 Mate 60 Pro 是同款芯片啊，不过它是一个车规级的。那它这台芯片的算力呢，是比8155强1倍，仅次于5纳米制成的8295芯片啊。而这块芯片是一个14纳米芯片制成，哎，不用我多说了吧？4个大字打在弹幕里，遥遥领先。那配备了一个强大的芯片之后呢，它的车机系统也完全升级到了一个鸿蒙4啊。这个鸿蒙4是一个完全体的鸿蒙4，你像跟华为手机配合的这种碰一碰啊、无缝流转呀、超级桌面等等啊，全部都能够实现。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体验到了这次 EI 远端屏的一个功能啊。主驾位置呢还是仪表相关的信息没问题，中间是个性化的小卡片啊，它可以去任意的切换，然后调换位置。这个之后还会有更多的功能。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啊，就是当主驾只有一个人的时候，这个卡片会缓缓的向你侧倾过来啊。那接下来就是驾驶部分啊，这个才是主菜，咱们路上去聊。那么这次试驾的车型呢，是一个4驱双电机版本啊，425千瓦，3.8秒破百。那这台车的加速感受啊，其实有舒适模式跟性能模式，这两种感觉是完全割裂的，是非常拉得非常开的啊。先说舒适模式下啊，它的加速踏板在前90%左右都是一个非常线性缓和的感受，只有最后一小段把动力才完全的释放出来。那后来我一打听才知道啊，其实在舒适模式下，我说的前90%的这个加速踏板呢，是只有后驱一个电机在驱动啊，这样不仅是为了动力能够线性的输出，而且也能够降低一些能耗啊。其实这样的一种调教非常适合在城市里面去开啊。那与之相反的呢，就是性能模式啊，那就是完全非常的癫狂的一个状态了，动力时刻准备着啊，非常的窜。其实这台车是一个最小刹车距离35米这样的一个水平啊，其实在同级别里面也算是非常优秀的。那我会非常关心它动能回收跟机械刹车之间有没有这么一个小的空隙啊。那至少在我这一天的行驶之中，我是没有发现这个小的空隙的。那再来说一下它的转向手感啊，依然是保持着阿维塔那种非常线性、均匀和细腻的手感啊。所以综合以上3点来说，我觉得这台车还是非常好开的一个状态。那么再来说一下它的底盘感受啊，前双叉臂，后4连杆，配了一个21寸的轮圈，再加上这么低趴的姿态啊，按说这台车它的底盘应该是那种路面信息处理非常清晰，再加上底盘很紧绷的那种感受，对吧？但实际上我这一整天的体验呢，恰恰相反的啊，让我找到了一些阿维塔11的影子。它这个底盘阻尼的感受呢，更像是一种你穿了一双胶鞋，然后又配了一个非常舒适的鞋垫的这种感觉。那在我们这一整天的行程当中呢，其实有50%的路段都是高速路啊。那这边的高速路呢，会经常有一些小的起伏啊。这台车它的悬架相对来说就会松软一些，哎，所以这台车就是一个纯舒适取向的车啊。
就是跟运动是一点都没有关系啊，就是舒适豪华的这么一个感觉。那最后呢，再跟大家聊一点这个细节上的感受啊。先说这个电子外后视镜啊，说实话，就是刚摸上这台车的时候，还不是特别的习惯，因为我总是习惯性的去瞟窗外那个镜子啊，结果发现没有，然后再来看这个。经过一上午的适应啊，下午就不会再去犯这样的问题了。但是这个电子外后镜呢，也会有一点点小的问题啊，就是我不适应的点，就是我看这个电子外后视镜，我总是掌握不好这个车的间距。大家看一下这个视频就能理解我的意思了，是吧？这看不全，这能不能给我一这样式的这种感觉？好奇怪呀，看着。然后感觉那个是加了那个放大的，你能理解我意思吗？啊，包括还有就是目前这个版本的车机系统，就是在倒车的时候还没有融合这个下翻功能啊，之后它是会更新的，这个确实是得稍微适应一下。当然，我觉得这个电子外后镜呢，它还是有一些好处的啊，毕竟它是一块屏幕，它可以去融合这种 ADAS 的这种感知，比如说超车这个很危险了，它能不能去标注一下后车，包括标注这种相隔的这种距离，对吧？这个想象空间还是很大的。那再来说这个方向盘啊，这个矩形的方向盘确实还是挺特殊的。其实，在城市路上，比如说拐这种小弯啊，包括刚刚在场地的时候啊，也会有这种 U 型弯，包括绕桩的这种项目。其实小幅度的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掉头的时候，我最开始也是不适应的啊，也会容易抓偏这样。那最后再来说一点，就是它这个 EI 远端屏啊，其实在最初静态体验的时候啊，我真的没觉得它比那个11的那个要更好用啊，因为我总觉得我得抻着脖去看它啊。那其实，在行驶的过程中，我才发现它的好处啊，就是当你在看路面的时候，再看到仪表的时候，你可能离得很近的那块屏幕需要你去聚焦看详细的信息，那这块远端屏相当于你往下一扫就能看到信息了啊，这是一点好处，是我真正开起来它的时候才感觉到的一个优势。那节目的最后一部分呢，就交给它最擅长的智驾啊，我们来看看它高速路和城区道路智驾表现。阿维塔1.2的智驾系统呢，大家非常熟悉了，跟我们的111是一模一样的，34个感知硬件，400T 算力 ADS 2.0的智驾系统。上午的更多都是高速的行程啊，所以高速领航辅助驾驶体验最多。但是这项技术啊，已经非常成熟了，我也不需要给大家过多的介绍了，我只给大家放2个细节处理啊，这确实是震惊到我了。让了，让了，让了！这我有点不敢啊！哎，这也让了，这也让了，牛逼！不用我多说了吧，4个大字打在弹幕里，遥遥领先。那今天的试驾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啊！我相信大家看到这条视频的时候，已经知道阿维塔1.2的定价了。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中大型纯电市场又多了一个竞争对手，1112双旗舰的一个布局也正式的完成了。我相信大家也能听到一些小道消息，对吧？比如说什么增程产线的增加呀，包括明年还有2款定位更低一点点的产品要上市的消息。阿维塔要正式的甩开膀子开始肉搏了啊！我也很期待它接下来的表现。那这期视频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是昂一个，这里是电动车公社，我们下期再见。拜拜。